为什么说中国的歼20找到了美国 F-35与 F-2的致命弱点呢？印媒为您揭秘，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五代隐形战斗机长期是咱们军迷网友们关注的热门武器装备。目前世界上的五代机就那么几架，比如美国的 F-2、F-35以及中国的歼20。现在移动互联网这么发达，关于五代机飞行视频和图片已经满天飞了。不过近日印媒发文称，中国的歼20找到了美国 F-35与 F-2的致命弱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印度媒体欧亚时报发文称，美国五代隐形战斗机 F-35闪电2和 F-2猛禽，因为他们对老旧的导弹技术过度依赖，可能会被中国的歼20所利用。鉴于 F-35晚于 F-2生产，所以前辈的技术优势肯定会被用在新的战斗机身上。两者的成本不一样，所以性能也各有差异。它们属于高低搭配的双飞战斗机，后者研发要晚，自然会把当今的科学技术集成到里面，比如航电感知能力等。据欧亚时报称 ，F-35能够提供电子战、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目前是唯一能够对付俄制隐形驱逐舰和 S-40地空导弹的战机。俄罗斯对此并未作出回应。另一方面 ，F-2猛禽战斗机是主打空中优势而设计的，目前只有美国空军装备。它是一座单座双引擎24小时战术战斗机，具有超级隐身功能，还可以执行地面攻击、电子战和信息情报。然而，尽管两架战斗机都配备了未来电子战系统以及航电设备，但过于依赖先进的中程空导弹以及地对空导弹。目前 F-2和 F-35战斗机均配备了 AIM-120D 导弹，但 P-215和 P-210出现在中国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歼20上，将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单座双引擎歼20战斗机专门为美国 F-35和 F-2隐身战斗机而生。歼20战斗机的空中优势是精确打击能力，它的设计尺寸与 F-2类似，它的尺寸大也是一种优势，弹仓可以携带大量的导弹。美国的 AIM-120空攻导弹它太老了，服役时间过长，差不多还是30年前的技术，虽然它曾经有过不错的战绩。而中国的 P-15远程空对空导弹具有先进的功能，包括有源电子扫描雷达，据报道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单座双喷气全天候歼20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拥有4枚 P-215导弹，两侧各有2枚 P-210导弹。据报道，在实际空中交战中 ，P-215的有效射程可能低于300公里，不过仍然高于 AIM-120空攻导弹的180公里或更短射程。有消息称 ，P-210短程红外空对空导弹将成为歼20战斗机的杀手锏，加上歼20的头盔显示器可以90度瞄准，这让歼20飞行员可以向任何方向发射导弹。美国空攻导弹项目办公室的项目经理吉姆·斯托曼上尉称，目前还不清楚空攻导弹系统的未来。斯托曼说，目前没有后续的升级计划，射程已经接近最大化了。尽管中国尚未完全掌握歼20的全部功能，但仅 P-15以及 P-20导弹的射程就比任何国家都要强大。国防作家马克·艾皮斯波波斯指出，歼20仍然有很多未知的地方，包括其发射机制和目前正在研发的 WS-15引擎的最终规格。他还警告说，歼20机体内 P-215和 P-210的优势将成为美国 F-35和 F-2隐身战机的严重威胁，如果他们继续使用老化的空攻导弹技术的话。印正在为15天激烈战争做准备，后脚美陆军就到了喜马拉雅与印军一起训练。美军究竟在打什么主意？敬请关注本期内容。最近印度驻喜马拉雅军队动作频频，除了印军自己的军改以外，还与美军纠缠到了一起。美军驻阿拉斯加州的陆军指挥官彼得·安德利亚克最近在威尔逊中心极地研究所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在该讨论会上，彼得表示他的团队将准备与驻守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印度军队一起训练。最近印度一直炒作要为15天激烈战争做准备，声称要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来自边境的任何威胁或挑战。据报道称，印度军方正在利用扩大的库存需求以及被授予的紧急财政权，预计他们将花费高达5000亿卢币，折合人民币约444亿元以上的资金，从本地或者国外进行采购军队所需的设备和弹药。而紧急财政权其实是前一段时间才刚刚被批准的。多年以前，其实印度军队的战备损耗储备应该保持在足够维持多达40天激烈战争的状态，但是后来由于战争性质不断变化，而印度也面临着财政问题和储存问题，所以到了1999年，印度的战备损耗储备已经减少到20天，后来越来越少，也就到了现在只够维持10天的状况。而近期由于边境冲突，原本印度就在大量采购武器装备，近日印度政府又给其军方极大的财政自由。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海陆空三军都获得了紧急财政授权，他们可以购买任何他们认为可能用于战斗的设备。但据军事专家分析，印度这么做其实不过是想要借印度与中巴的紧张关系，加速其军队改革的进程。这边印度军方疯狂采购武器
器的时候，一直在背后撺掇的美国也是坐不住了。美国陆军声称要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印度军队一起训练，而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适应在寒冷环境下作战。但是很奇怪的是，美国陆军早不来晚不来，偏要等到中印经过多轮谈判，局势渐渐趋于平稳之后。不过话说回来，美军确实在极寒环境下吃过大亏。当年抗美援朝中的长津湖战役，将当时得意洋洋的美军打得狼狈奔逃。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成功第一次全歼美军一个团，至今该团团旗还作为战利品摆在博物馆中。而当时号称美军最强精锐的美军陆战一师，差点被我军志愿军打得全军覆没。美军此时来到喜马拉雅山脉，很明显是不怀好意，边境局势极有可能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军还是要保持警惕。只不过对于印度的所谓15天激烈战争准备，很想问一下，第16天他们要怎么办呢？难道要等着从欧洲、美国、俄罗斯的防务销人员带着产品目录、谅解备忘录飞过来，然后又签订一份为期15天的弹药供应合同吗？近段时间以来，国际局势日益紧张，西方为首的几个国家更是沆瀣一气，试图在亚太集结联军，重返殖民时代。外界对于我国军事动向的关注力度也愈发密切。而最近，美国智库就通过卫星发现，我国南海舰队的家园正在迎来全面升级。在12月17日，美国媒体《海军新闻》在当天报道称，中国正在加强面向南部海域的军事基地建设。位于海南的三亚海军基地，最近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现，与此前中国在南部海域部署了和建设了大量的空军基地及相关设施设备。而在近段时间，中国明显加快了海军基地的相关建设，比如可容纳更多航空母舰的干船坞。而从美国智库公开的卫星图片中来看，三亚海军基地新建的大型干船坞已经趋近完工。在容纳目前已经服役的2艘航母辽宁舰、山东舰之外，即便算上在建的003型航母，也有大量的空余空间。从该角度来看，我军将基地升级到至少能塞下3艘航母的地步，显然不光是为了单纯用作海军集结补给点这么简单。未来至少会有足够的舰队数量，将该基地作为永久的基地使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提到了11月份的一条发现。该智库指出，在上个月，中国的新型两栖攻击舰075曾经出现在三亚地区，除开警卫试航的可能性外，最大的可能是未来075两栖攻击舰将在中国的南海舰队中服役。而中国目前最大的航空母舰003型，未来也可能会配属给南海舰队使用。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南部海域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观察人士密切关注的焦点地区，而南海舰队在未来很可能拥有一艘拥有电磁弹射功能、性能堪比美军小鹰级航母、直追福特级航母的海上大型作战平台，外加一艘或多艘中国现阶段最好的两栖攻击舰075，这对于中国在相关海域的国际影响力来说，将会是无比重要的提升。此外，003型航母配置有电磁弹射系统已经成为基本共识，外界对于我国首款舰载预警机空警600的关注度也十分高。加之此前网上有消息声称，空警600的研发进度将会和003型下水和试航的相关事件节点挂钩，这也意味着它的服役对于我国海域空中作战的综合实力来说，将是一次大幅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南海舰队很可能成为中国海军舰队中最强大的一支。中国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强化升级南海舰队的家园，恐怕也存了未来持续扩编南海舰队的心思。毕竟，如果未来真的出现重大问题，大规模战争未必会有，但小规模冲突或许无法避免。强化我国巩固主权的海上兵锋势在必行。